19岁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一顶喜轿，我嫁为人妻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要与我共度余生的人。成亲的第一个冬天，他跑遍金陵，为我折下第一只海棠，见我满心欢喜，他便说以后每年都会为我折金陵的第一只海棠。我身体欠佳，他会悉心陪伴照顾，并在我喝药时为我准备蜜饯，因我怕苦。人人都说我们是前世注定的姻缘，可惜天不随人愿。21岁这年，我久病成疾，药石无医。我至此所求，与夫君白头偕老。怎么哭了？谢完仇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想说什么？玉清观的道士说你能长命百岁。少爷，柳香小姐回京城了，夫人让您过去一趟。她不是嫁去京城了吗？还回来做什么？柳香小姐和离了。柳香啊，母亲是安的孤女，你嫁过来之前就嫁人了，所以你不曾见过。你回去告诉她，我谢婉如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她。快睡吧，大夫说你不能熬夜，我就在这里陪你，哪儿也不去。飘向天涯，夕阳西下，有知还呀。少爷呢？少爷心疼少夫人一夜没睡，昨夜里好似还哭了，一早红着眼眶去书房和大夫商讨您的病情了。备份粥我亲自送去。对不起，昨夜知道你回来，我一夜没睡，甚至为了你哭，可你却只是一句对不起。我知道错了。你本是我谢家的童养媳，却在我们大婚前夕与人私奔，金陵人人都知道，我心里自小便装着你，谁家也不要把女儿嫁给我，我却耗费重金才为我娶到妻子。你离开的第1年，我看见满街的海棠花，可笑的想起，每年我都会折来送你。我将海棠花随手送给我现在的妻子，她说的花和雀的模样很像你，于是此后的每1年，我都会给她送。我会在她喝药时为她准备蜜饯，因为她和你一样怕苦。那时候我总是在想，在我身旁的是你该有多好，都是你害得我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苦苦煎熬了3年，如今他患病，要是无疑就要死了，错付3年，终可解脱。你在这时候求我原谅，晚了。阿莲，我原来你夜夜抱着我入睡，心里都在想念另外一个女人。昨天夜里的眼泪也是为了她吗？我还以为是因为我要死了，你舍不得我。阿莲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嫂子，你误会哥哥了。阿莲，周哥哥，其实我也自小一直喜欢你，你只想娶我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愿意。我怕死了，这些话就没机会说了。对不起。以后我每年都为你折着金陵的第1只海棠，鸡蛋你怕苦吗？啊，特意为你准备的。人人都说我们是前世注定的姻缘。那时候我总是在想，在我身旁的是你该有多好。曾在神像面前长跪不起，只为求能和你白头到老，已经瞒着我生死，还你解脱。恍恍惚惚，如坠迷雾，一西湖，惊了又出，万般纠结辛苦，太。池大夫怎么还没请来？少夫人从池子里救起来就一直发病，再这么下去，少夫人会撑不住的。柳香小姐从池里救起来后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少爷让府里所有大夫都过去了。少爷忘了少夫人发病会浑身疼痛，需要大夫施针才能缓解吗？少夫人，你醒了。回光返照罢了，活不了几个时辰。府中有什么喜事？家主今日许柳香小姐过门，为我梳妆，一拜天地。夫君纳妾，怎么能少了我这个正妻？一个妾室入府，何须拜堂？给我奉茶礼数便全了，拜堂就免了。按他说的做。妾给夫人敬茶，夫妻对拜。
这谢婉舟从小便喜欢柳江，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呀。哎，可不是。三载狼烟纷飞，情书难写相思曲。100年珍惜期许，红烛在地，初恋情。好一句老眼纷飞，怜你某一枝花的灿烂，何须摘入自己的船？安然共地21岁那年，与我相伴3年的人，风光娶了她在年少时的白月光。我死在他们成亲之日。我在天上看着底下的锣鼓喧天，宾朋满座，满目的红色显得格外刺眼。记得我嫁与他时，他说没条件风风光光娶我，但我从不抱怨。如今看着这一切，纵有千言万语，也表达不出我内心的酸涩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3载朝夕相处，真心错付我情郎。谁以为一生功名，枕边人非心上人，脚踩心房，寻旧人。那谢家虽然是个小门小户，但那谢婉舟是个好苗子，要不了几年，谢家产业就能有起色。我只是回到了出嫁之前。当年你母亲把尚在襁褓中的你交给我，销声匿迹。这些年我也一直将你视若亲生，这门亲事我就为你应下了。这是2家交换的婚书，你们明日就成亲。谢婉舟被心上人逃婚的事，金陵闹得沸沸扬扬，别家都不敢把女儿往火坑里推。想来谢家给了夫人不少好处。你素来不愿出门，怎会知晓外面的事？你要去哪儿？去谢家退婚。少爷，这婚不能退啊！南金陵只有江家愿意把女儿嫁过来，你要是退了，可就没人愿意嫁给少爷你了。此生若不能与我所爱之人相守一生，我宁愿孤独终老。让开！我要退婚。这是定亲时交换的婚书，这里面有你我的生辰八字。如今你我退还婚书，婚约从此作废。我方才听谢少说，此生若不能与所爱之人相守一生，宁愿孤独终老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愿谢少能得偿所愿。谢谢，愿江小姐也能早日另寻良人。谢少不会是以为我在祝福你和所爱之人在一起吧？我是在祝你孤独终老。江家女怎么敢咒少爷？好在少爷执意退婚，否则将这恶女娶回去，反悔可就来不及了。她一向温柔体贴，是我有愧于她。少爷，你中邪了？回府准备一下，启程去京都。我所爱之人还在京都等我。谢婉舟，不要死，我们才成亲不久，我不想一个人。我这病来得突然，大夫已经束手无策。小儿，我死后，谢家产业都交于你手，你要好好活着。谢婉舟，下辈子早点娶我。京都来接人的就要到了，他自愿出府也是好事，省得我还得想法子解决他。人活着终究是祸患，小姐领替的事情万一败露，那就想法子给他下点慢性毒药，让他过2年再死，可别让人发现端倪。不好了，夫人，京城来人接了，已经到府外了，不能让京都的人看见他。你也别怨我，谁让你挡了属于我女儿的荣华富贵？待会儿就说是你屋里死了的丫鬟，可别露了破绽。是。就没见过脸皮有这么厚，非要跟着来。我娘和你娘给我和你妹妹定了娃娃亲，我凭什么不能来接自己未过门的小心？哼！当年母后在金陵遇险，逃跑途中遇见你夫妇2人，便将身上所有值钱的都给了你们，将我妹妹托付给你们，就去引开刺客。这些年多谢你们照顾我妹妹。殿下放心，公主这些年呢被养得很好。你也跟着去京都，我会在京都给你谋份官职。谢殿下。
蜜儿，快过来见过殿下。太子哥哥，一点也不像母后生的，倒像江夫人生的。府中有人去世，一个丫鬟。无论前世今生，我注定摆脱不掉被至亲背叛、必死的结局吗？灯花渐落，似流星陨落，韶光流年，都数枝高阁。叹夜细数，更落。以我和皇后年轻时的模样如出一辙，太子认出我才是他遗落在外的妹妹。下笔墨，他已不记得，他还梦。我这才明白，上一世急着将我嫁出来，是为了让江蜜假冒我。我上一世怎样，也是因为被他们所害。自此，我被接回京都，成了众星捧月的永安公主。后见公主，公主万福。江离，第二是看错了，江离怎么会是公主？否你说了半个月，柳香姑娘得我家公子宠爱，哪能让你见？以后别来。哼，公子今晚要带柳香姑娘参加晚宴，可不能出乱子。哼，你这旧情郎还挺痴情，竟从金陵追来了京都，竟然连几天被扔出府也不死心。哪有什么旧情啊，香儿心里只有公子您。你怎么来了？香儿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带你回金陵。怎么了？我手镯掉进去了，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。我说了吧，他会像狗一样听我的。香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公子开了个赌局，赌我能不能骗你跳进这个池塘。我押了自己100两。我也下了500两的注。香儿，你我自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你怎么能和他一起？这就羞辱我！公主到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回禀公主，教训一个不听话的贱民。这贱民还挺懂事，他误了公主的眼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我想李公子今日也累了，我让人送你回去休息。哼，我爹可是吏部尚书，谁想当官就是我第一句话的事。你一个贱民堆里出来的草包公主，也配赶我？我爹是皇上，我娘是皇后，我兄长是太子。我是这京都唯一的公主，你想仗势欺人，也得挑对人才行。冒犯皇室是死罪。回御史失言，公主恕罪。公子无意得罪公主，求公主网开一面。柳香，那池塘里的人是？一切都是那个贱民挑拨，公主要杀就杀他。换片刻如胶似漆，觉得你以命相许，愧疚无处回避。是这个贱民闹事惹怒公子，公子才会出言得罪公主。可我方才听他说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你真狠得下心杀他？全是他一厢情愿。从始至终，我只喜欢公子。本公主向来有成人之美，他就将你赐给李岩做妾吧。来人，送李公子和他的小妾回府，顺带查一查李尚书是如何养出这样的儿子。我知道死了，求公主不要激怒我爹。公主，本公主不是是非不分之人，此事与你无关。慢着，你好像还没有向本公主行礼。草民叩见公主，公主万福金安。这一回就当了却我们之间的恩怨，你我从此也不相见。你走吧。才过去半月，阿离这气势，连我这个兄长也比不上了。路上顺手摘的，送给你。海棠无香，意为暗恋。我和你从小一起长大，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什么心思。你妹妹与我本就有婚约。一刹那，徐徐绿阴符，光阴故去。我听说呀，这位公主在金陵时被人退过婚，那人眼下定然悔恨终生。我才不会后悔！一个眼里高不可攀的公主，我上辈子我就玩腻了。一切都是那个贱民挑拨，公主要杀就杀他，全是他一厢情愿。想完之后，下辈子早点穷。
你上辈子你在我死前哭着让我下辈子早点娶你，为什么让我这辈子如此狠心？无声以天地为证。我爹社会被抄家，好在香儿有这么个可以利用的旧情人。哼，蠢货，被下了毒都不知道，这偌大的谢家产业，如今都是我和香儿。原来你对我从无半点真心。你要什么时候才肯回府？我怕黑不敢走夜路，公主能送送我吗？好。姓裴的，敢动我妹妹，你就死定了！这是昨日市集上看见的，觉得很衬你。还有这个贵家的糕点，觉得好吃，就也给你带了一些。啊，还有这个。不过2日没见，你就给我带了这么多东西。昨日游街，看见什么都会下意识在想你喜不喜欢，就买多了些。裴少卿经常想念我。前面我就到了。江离，过去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已知错。我与你并不相识，有何过去？江离，我如今才发觉我爱的是你。我们重新来过，这辈子我绝不会负你。这里就到你府上了。你每次见我都顺路给我摘了海棠，可这一路走来，为何都不曾看见海棠？其实不是顺路摘的，是我亲手种的。这株海棠独属于公主。你该回去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真回去了。裴少卿，我怕黑不敢走夜路，裴少卿能送我回去吗？哥哥昨夜没睡？没呢，在树上赏了一夜的星星。那哥哥快回去补觉，我还想睡一会儿。裴昭，夺妹之仇必报。我也回去补觉了。公主，外面站了个男的，想见你一面，眼下围了许多看戏的。不用理会，他不过是在自取其辱。哎，这人我在公主宴会那会见过啊，先前还乘着尚书之子从金陵带回来那个柳香，如今竟敢来公主府闹事。可不嘛，公主那日替他解围，他就恩将仇报，上门毁公主名声，不过就是贪慕着公主的权势。哎，礼上说被查出受贿已经抄家了，但李岩和柳香已经沦落到当街乞讨了。你们不知道？你怎么来了？摘了只海棠花小送，见你没醒，就在树上等你醒来。我怎么觉得是有人想见我，再用海棠花当借口？圈圈如歌在心底泼墨，只一个交错，任一生沦落。在府外站了半个月的那个男的，知道公主今日成亲，无法攀附公主，今日都不来了。我可不想我成亲你给我添堵，非教训我。看来我们讲一处去了。我们上辈子相伴3年，这辈子已经真的要狠心嫁给别人，竟连见我一面都不愿。江恒，你干什么？我想踹他来着。误伤，误伤。我会派人把他扔出京都，这辈子他都妄想再踏进京都。或许是上天怜我上辈子被至亲背叛，让我重活一世。
这一世，至今将我捧在手心。我也遇见了满眼都是我的善良。100天地，200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他为我种了一株海棠，一株只属于我的海棠。